大家好，歡迎回來在家做生魚片。今天來到台東太麻里隔壁的三和定置漁場，老闆很好客，親自帶我到制高點看定置網，講解了很多關於定置網的知識。目前沒有風浪，但洋流很強，網具、浮球都被壓進水裡。這個情況原本是不適合起魚的，但是為了讓我拍攝，就還是出海一趟看看。三和這邊附近沒有漁港，從海灘推管筏出海起魚。我覺得這管筏只比衝浪板再大一點，連個扶手都沒有，就拉住繩子，勉強維持平衡。這場面我在網絡上看過好幾次，有衝浪經驗的人應該會很熟悉。讓板子維持速度，用板頭破浪。花東這邊的定置網都這樣衝。實際站在筏上，我只能說，當時的我心裡害怕極了。我看別人都一派輕鬆的模樣，我也面無表情的假裝這沒什麼啦。攝影器材綁在胸前，抓好繩子，完全不敢鬆手。我沒有這種出海經驗，船速挺快的，管子中間有縫，行進間海水會打上來。白浪花淹沒腳背的時候，低頭看起來就像踩在筋斗雲上。到了海上要換大船作業，大船上才有起網的設備，絞盤啊、發電機什麼的。跳上大船完全沒有增加安全感，這也是管筏啊，就是筋斗雲 2.0。旁邊扶手有稍微高一點點，老闆說因為這裡離漁港很遠，漁獲也沒有北部那麼多，所以用小一點的船就夠用了。到了第一組網具這邊，看到了像河流一樣的海水，把浮球壓進水裡了。這樣的狀況代表流水很強，無法起網。我想這就像小時候買氣球，手抓緊氣球的繩子不要動，風一來氣球就會被吹到降低高度。洋流強就把固定的網具壓進海裡。所以一般定置網在出發前，在岸上一直看着海面，就是在看這個。移動到另外一組定置網這邊看看，兩艘船同時作業，可以看到起網作業的時候，小船都是傾斜的，因為承擔了漁網的重量以及海水的重力加速度。那這一網也因為洋流很強，沒能拉起來，只能放棄前往第三網。之前在定置網的群組裡，偶爾會看到出海之後沒有起網的情況。我原本認為網子中間都是洞，怎麼可能會拉不起來？感謝老闆帶我出海，實際上看到這個情況，才知道流水的力量很強，大到網子都拉不上來。我覺得也許跟作業的船比較小有關，因為船小，絞盤也少，起網就更吃力。第三網的浮球就都在水面上，這應該可以拉起來了。三和定置漁場很特別，這裡出海的工作人員幾乎清一色台灣人，只有2個外籍漁工。今天因為我要上船占去了位子，他就沒出海，所以今天作業全程都是台語。這在台灣漁業來說十分少見，代表老闆的氣魄與眾不同。而且漁獲銷售直接對大眾消費者，漁獲上來後優先讓現場民眾購買，剩下的就在網絡上販售。放棄了讓大盤收走這種輕鬆的經營方式，代表了需要更多的硬體投資，比如說要冷凍庫、大型製冰機，要養更多的員工、包裝、記賬、小編等等的。我必須說這很屌，這種更複雜的做法不見得能賺更多錢，但是可以給消費者提供一流新鮮，突破原本的框架。整個早上只捕到4條魚，不過至少是高價的土托魚，希望這一趟不至於虧本。作業完，2艘作業船只綁在海上，換成小管筏回來。我突然想到，船衝上岸的時候應該會突然停下來吧？
我會不會當場摔一個狗吃屎。所以搶灘的那一刻我也很怕，不過還好最後我沒有撲街，只是動作有一點滑稽。海灘附近就是處理廠，也有自己的製冰機跟冰箱，可以把大的魚做3去，輪切保存，吸真空，再用保麗龍盒包裝之後寄送。早上沒有捕到什麼魚，我決定先去吃飯，下午再跟着出海一次。這就是討海生活日常。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很多魚的。下午的風浪明顯比較大，有了一次經驗之後，這次我敢東張西望。我衝浪出海捕魚有穿救生衣，那在網絡上衝浪要如何保護自己呢？感謝 Surfshark VPN 贊助本集影片。VPN 是網絡上的常用軟體工具。當我們上網的時候，每個設備都有 IP， 用來辨別使用者是誰，在哪個國家。當我們連上網絡的同時，網絡上的人也能反向找到你。現在網絡詐騙案件越來越多，即使是短暫的不安全連線，也可能導致設備上的重要資料落入詐騙集團手中。使用 Surfshark VPN 讓你在上網衝浪的時候能有一層保護罩，個人資訊不會暴露在風險之中。Surfshark VPN 在100多個國家有超過3200個伺服器，你可以用來輕鬆改變你上網時的 IP 位置，觀看其他國家的地區限定影音內容。像我在創作的時候，想要找尋國外的資料，把 IP 改成該地區的再來搜尋，會更加的有效率。當你出國下工旅行考察時，也可以把 IP 改回台灣，保持跟台灣一樣的網絡環境使用習慣。Surfshark VPN 使用的設備數量無上限，你的手機、電腦、平板都能設置同一組 Surfshark 賬戶。若真的使用不滿意，30天內都可以申請全額退費。現在點擊下方說明欄的專屬連結，並輸入我的優惠碼 HONE SASHIMI， 即可獲得專屬優惠，外加3個月的免費。我發現有些人是光腳出海，真的很猛，就像去巷口超市買魚一樣輕鬆。三和這裡有2組定置網，3個作業區。我問說為什麼不把網子往外面移一點，想說更靠近黑潮就能夠有更多魚。老闆說安置網具的位置是花錢請日本人來看的，因為只有他們有那個技術。這個海灣放不了其他組，定置網必須放在海底地勢較高、稍微平坦的地方。魚群經過活動範圍會被壓縮，這樣才比較容易進網，而且也不能放在太外面。洋流的力量超乎想象，他們去年就發生手臂粗的鋼纜被洋流拉斷，半組漁網不見了，一組漁網要幾百萬。也因為這樣子，他們颱風季節收網的時間比較早，6月多就會把網子拉上來。下午第一網起來有一些魚，但漁獲量跟宜蘭那邊差很多。依照我出海的經驗來看，今天的風浪不算大，但因為管筏很小，所以感覺特別可怕。很難想象在惡劣天氣的時候，這個作業會有多困難。如果觀看有破100萬的話，我再來拍一次。接着起第2網。有一尾大竹梭求生欲很強，差點給它跳出網外。工作人員立刻衝過去拉上來。
大梭魚的牙齒非常尖銳，所以要先敲暈它，被咬一口會很可怕。要起最後一網了，大部分都是花醃，就是煎魚。這個魚市場價格比較低，因為做熟食肉稍微硬一點，但做生食很好吃。台東這裡流行沾甜辣醬，我中午有吃不少。我有看過有人賣日本進口炙燒過的，其實不用捨近求遠，這個東海岸有一大堆。大佬就是不一樣，他們的姿態看起來像度假一樣輕鬆，我沒辦法，我覺得很可怕。礁筏上沒有東西可以扶，只能蹲着，手抓着旁邊的木頭。當我們坐在米其林餐廳，享受着滿桌新鮮海味，感受生命美好的時候，別忘了那些在海上、在港邊、在物流車上，用各種方式幫你破浪的人。剛剛起網的同時，船長就會發賴，群組上能看到今天有什麼魚。住在附近的民眾就跑來這裡等，現場賣不完的魚就做網絡銷售。經過了1周，老闆寄魚給我。當天拍攝完，我有其他行程，無法帶魚回來，老闆就用他們的標準箱寄給我。他們的冰塊很特別，是一片一片的。這個是雨傘旗魚，有的地方叫破雨傘或芭蕉旗魚。這看起來是冷凍寄過來的，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冷藏寄運的服務。如果是吃生魚片，我會希望冷藏寄就好。不過我聽說旗魚肉冷凍過後再退冰，跟冰鮮的肉質沒有很大的差別。這次就熟成看看。先用冰鹽水把表面沖洗一下，內臟跟魚鱗、漁場都處理好了。我摸魚肉還軟軟的，沒有結凍。這個魚肉是橘色的，所謂的金瓜肉，就是油脂比較豐富的雨傘旗魚。這一節魚肉超過我的鐵盤長度，我要先分切一下。暗金裝備登場。很重，這只是魚中間的一節，這整條魚應該有20-30公斤吧。感覺油脂很多嘞。切好了放進鐵盤，因為開始熟成之後魚肉會很軟，用鐵盤裝可以避免魚肉變形。我用食用級的不織布包着。放進2到5度的冷藏環境。
今天是旗魚熟成的第5天，昨天招待朋友切了一小角，今天我想自己吃一點。跳過魚骨切就好了，這個很容易。去掉魚皮，修掉魚筋，把腹肉切成2節，腹膜修掉。這個魚肉非常油膩，切的時候會一直滑。腹肉要炙燒一下，把油逼出來，不然我怕最末端的魚筋很多會不好吃。這個是明太子，要來做個丼飯。這個是昨天客人沒吃完的海膽，今天要吃完，他放不了多久。鮭魚卵也是昨天吃剩的，廣義的來說，這是一頓菜尾。今天是第10天，我每天都會拿出來檢查一遍。老婆說我顧魚都比顧她還認真。這個肉色很漂亮，要把持續滲出的血擦掉。乾式熟成時，魚肉也會慢慢收緊，殘存魚體裡的血也會滲出來。血接觸到空氣，沾染到魚肉就要擦掉，不然會有腥臭味。也會滲出一些魚油跟水分，把表面都要擦乾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每12小時翻面一次，避免某一側的魚肉被壓到變形，或者是水分油脂滲出特別多，最少1天要翻1次。今天是第15天，我要分切開來做頻道會員的抽獎。這個魚皮顏色看起來很猛啊！別看這個魚很大一塊，其實很容易切割。魚鰭骨超硬，絕對不會切壞，沿着很硬的骨頭邊緣慢慢修就好。一邊的背肉取下來了，還有一點血。下腹肉的幾根魚骨用剪的就好。再來做另外一邊。這個是魚鰭骨，很粗，
跟排骨一樣，可以留着煮湯。另外一邊更簡單，把魚骨切出來就好了。背肉跟腹肉還要另外做清修，要削掉鰭邊肉、骨膜、腹膜，還有腹骨。那修完之後噴冰鹽水的肉就這樣。修肉的畫面有點多，全剪進影片裡面就太冗長了。我之後會放在會員專屬裡面，有想要自己熟成金瓜肉的人再去看。這些是要寄出去的，先幫會員去掉魚皮。你看這個油脂、光澤、紋路，直達你的靈魂深處了吧？這能不好吃嗎？腹肉的部分我都自己吃，因為修一修沒剩多少肉，形狀也不完整，顏色很暗沉，不好看。這個蛇腹肉的部分，我覺得下次就不要熟成了，一拿到就把它全吃光。紅燒、乾煎、油炸、鹽烤都很棒。把魚肉吸真空，打冰，冷藏寄出，收到的會員就是熟成17日。來切我自己要吃的。這塊是清修好的腹肉，我留了一小塊背肉自己吃。蛇腹肉就拿來炸。我不知道為何這個部位叫蛇腹，我只想到蛇腹型鐵絲網。不過這個部位是真的很好吃。另外一塊我乾煎之後就夾吐司了，絕頂升天。熟成過的魚肉水分更少，炸個3分鐘就可以了。我覺得雨傘旗魚的 CP 值極高，綿密扎實的口感非常棒，吃多也不至於膩。弄個一整段的雨傘旗魚自己熟成，從第5天開始吃，到第15天吃完，很划算。我用金鑽鳳梨做糖醋醬，再加入充滿油脂的金瓜腹肉，現在想想都流口水。感謝 Surfsharp 贊助本集影片，我要開吃了。